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关于蛋的迷思。早餐桌上常见的煎蛋，你是否听过有人告诫说蛋黄胆固醇太高，每天吃多一颗蛋就好，吃太多对心脏不好？也有人则是每天早晨2颗水煮蛋下肚，毫无畏惧。究竟人一天能吃几颗蛋才安全？鸡蛋吃多了，真的会让胆固醇飙高，危害健康吗？今天我们就把流言打破，深入探讨鸡蛋与胆固醇的真相，以及鸡蛋要怎么挑、怎么吃才能健康安心。过去几十年来，鸡蛋的健康形象可谓大起大落。一方面，鸡蛋富含优质蛋白质和多种营养素，被誉为平民的营养丸。但另一方面，蛋黄中的胆固醇含量着实不低，一颗大型鸡蛋的胆固醇大约将近200毫克，占了以往膳食指南建议每日胆固醇摄取上限300毫克的大部分。正因此，上世纪很多健康建议都告诫人们每天最多只能吃1颗蛋。如果当天还吃了其他高胆固醇的食物，例如海鲜、动物内脏，甚至连这1颗蛋都不建议碰。那个年代，胆固醇几乎成了健康公敌，鸡蛋也被贴上了让胆固醇升高的危险标签。许多人开始干脆丢掉蛋黄，只吃蛋白，或者索性敬而远之，把鸡蛋当作只能偶尔吃的奢侈品。那段时间，胆固醇可说是过街老鼠，有些人谈蛋色变，仿佛多吃一口蛋黄就会堵住血管一样。但是鸡蛋真有那么可怕吗？近年来的研究让我们对胆固醇的认识发生了巨大的转变。首先要理解的是，我们体内的胆固醇大部分其实是由肝脏自行生产，饮食摄取只占一小部分。人体有套精妙的自我平衡机制，当饮食中的胆固醇增加时，肝脏会自动减少自身胆固醇的合成。相反地，若我们饮食中胆固醇极低，肝脏反而会提高产量，以维持血液中胆固醇的稳定水平。打个比方，如果你连续几天完全不吃任何含胆固醇的食物，肝脏每天可能合成更多胆固醇来补足身体所需。而如果你某天吃了很多高胆固醇食物，肝脏就收到讯号，胆固醇够多了，会暂时减产，避免血中胆固醇过高。除非一次摄入的胆固醇极端地多到超出身体调节能力，否则一般饮食的起伏身体其实都能应对。所以对绝大多数健康人而言，吃进去的胆固醇并不会直接等量反映在血液中。换句话说，你吃下一颗含约200毫克胆固醇的蛋黄，并不代表你的血液胆固醇就会上升200毫克。更重要的是，科学家逐渐发现，引发血液中坏胆固醇升高的真正元凶，其实往往不是食物本身的胆固醇，而是食物中的饱和脂肪。想象一份典型的西式早餐，煎蛋常常伴着培根、香肠一起上桌。这些加工肉品富含饱和脂肪和盐分，才是提升血中胆固醇和引发心血管问题的关键因素。过去人们看到吃了培根煎蛋后，胆固醇指数飙高，就直觉怪罪盘子里的蛋黄，但其实真正让你胆固醇升高的，往往是旁边那条油滋滋的培根。事实上，早在1980年代就有营养学者提出膳食胆固醇指数这个概念，用一个公式将食物中饱和脂肪和胆固醇含量一起考量。结果显示，高饱和脂肪的食物对提升胆固醇的影响远大于食物中所含的胆固醇。换言之，培根、奶油这类富含饱和脂肪的东西，才更该被视为血脂升高的头号嫌疑犯。随着这方面的研究证据越来越多，营养学界开始翻转对鸡蛋的看法。近10多年来，多项大型研究和统合分析皆指出，饮食中胆固醇含量与心血管疾病风险并没有明显相关，而饮食中的饱和脂肪倒是影响血胆固醇的主要因素。因此近年来，许多国家的膳食指南也跟着调整。在2015年前后，美国和台湾等地的官方指引相继取消了
每日300毫克胆固醇摄取上限的硬性规定。当时专家考量到鸡蛋的营养价值，不希望民众因为过度恐惧胆固醇而不敢吃蛋。这意味着官方对鸡蛋的态度开始平反。对一般健康人而言，适量吃蛋其实不必谈之色变，重点反而在于整体饮食模式是否健康均衡。事实上，就在这些指南松口的同时，越来越多临床研究和大型调查也为鸡蛋平反。举例而言，2018年发表于权威医学期刊 Heart 的一项涵盖50万中国成年人的研究指出，和几乎不吃蛋的人相比，每天吃1颗蛋的人，因心血管疾病导致死亡的风险低了约 18%， 因出血性中风导致死亡的风险更是降低将近30%。当然，这是统计相关性，未必表示鸡蛋本身在保护心血管，但至少说明适量吃蛋并不会增加疾病风险。虽然观察性研究不能证明因果关系，但这项成果让人重新思考过去对鸡蛋的偏见。那么更直接的实验证据呢？最近几年发表的研究也给出了令人安心的答案。举个最新的例子来说，2025年9月刊登在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上的一项随机对照试验，提供了非常有力的证据。每天吃2颗蛋并不会显著增加血液中的低密度胆固醇 LDL， 俗称坏胆固醇。真正需要当心的其实是常与鸡蛋一同出现在餐桌上的高油脂配料。这项试验招募了60多位成人受试者，分成3组，持续5周，采取不同饮食。一组是每天吃2颗蛋，同时饮食中严格控制饱和脂肪的摄取。第二组完全不吃蛋，为了补足热量，他们改以其他食物替代，结果饮食中的饱和脂肪反而较高。第3组作为对照，每周只吃1颗蛋，其余饮食自由，因此胆固醇和饱和脂肪摄取都偏高。5周后的结果令人惊讶，每天吃2颗蛋的那组，血液中的坏胆固醇不仅没有比试验前升高，反而比每周只吃1颗蛋的对照组还要更低。至于完全不吃蛋，但用其他高脂食物替代的那组，他们的血胆固醇并没有比较低，反而略有升高的趋势。研究人员据此指出，真正导致胆固醇升高的罪魁祸首是饮食中的高饱和脂肪酸，而非鸡蛋本身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早餐吃了2颗蛋，但同时避开培根、香肠这类高饱和脂肪的加工肉品，你的胆固醇未必会上升。相反地，假如你因为怕胆固醇而1口蛋都不敢吃，却改拿高油的培根、香肠来果腹，血脂反而可能更糟。除了严谨的临床试验之外，一些戏剧性的实测案例也替鸡蛋翻案。一位哈佛大学的医学院博士生甚至亲身做了一个疯狂实验，他在1个月内狂吃了720颗蛋。没错，算起来相当于每天吞下24颗蛋，把一天能吃几颗蛋，这个问题推到了极限。一般人听到这里大概会倒抽一口凉气，觉得他的血管里恐怕都要塞满蛋黄了吧。然而结果大出意料，经过1个月这种超高蛋饮食，那位学生的血液检查显示，他的坏胆固醇非但没有飙升，反而比试验开始前下降了将近20%。720颗蛋累计摄入胆固醇约13万毫克，是旧建议摄取量的数十倍。结果他的血脂不升反降，着实让许多专家也感到惊讶。这听起来不可思议，但其实从侧面印证了我们刚刚提到的观点。对多数人而言，饮食中摄入的胆固醇，身体会启动调节机制，不让血液胆固醇无限制上升。同时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位勇敢的学生在实验期间也刻意避开了其他高饱和脂肪食物，他摄入的大部分脂肪都来自鸡蛋本身，并没有天天配培根、火腿或奶油面包。或许这也是他 LDL 下降的一个原因。当然，这毕竟只是个人极端案例，可不能代表所有人都能如此毫无负担的天天狂吃2打鸡蛋。
每个人体质不同，有少数人对饮食胆固醇特别敏感，过量摄取仍可能引起他们血胆固醇显著上升。因此，我们绝不是鼓励大家照着他的方式暴饮暴食鸡蛋，而是要强调一般情况下适量吃蛋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。相较之下，培根、香肠等高饱和脂肪的食物对胆固醇的影响远远更大，请勿随意在家模仿这种极端饮食实验。那么回到最现实的问题，普通人一天到底能吃几颗蛋呢？综合目前的研究证据与营养权威的建议，答案其实相当宽松。对于一般健康的成年人，多数专家认为每天吃上1颗蛋是完全没有问题的，这也几乎是各国膳食指南的共识。有的营养指引建议每周蛋的摄取量以5到7颗为宜，平均起来1天1颗左右。美国心脏协会也表示，每天1颗蛋不会对健康造成不良影响，甚至每天2颗蛋也在安全范围内。前面提到的临床试验就证实了，每天2颗不但无碍，还可能让坏胆固醇更低。至于每天吃3颗蛋，短期研究观察到的结果大多仍属中性，有时会看到总胆固醇和 LDL 略微上升，但同时好的高密度胆固醇 HDL 也会跟着升高。因此，衡量心血管风险的指标 LDL 与 HDL 的比例并未明显恶化。换句话说，摄取鸡蛋后常常出现的是坏胆固醇稍增，但好胆固醇也增加，两相抵消之下，对心血管的整体影响不大。所以如果你早餐偶尔吃了2颗蛋，大可不必有罪恶感或恐慌，觉得自己胆固醇超标了。对绝大多数健康人来说，这样的摄取量并不会带来明显的健康风险。不过，强调适量无余，并不代表可以无限制的敞开大吃。凡是过犹不及的道理，我们都懂。鸡蛋再好，也不宜顿顿当饭，一次吃下10来颗。关于长期大量吃蛋，科学界确实仍有一些警讯值得留意。例如，有几项大型流行病学研究发现，长期每人每天超过1颗以上鸡蛋的摄取，和心血管疾病或全因死亡风险有轻微上升的相关性。也有研究观察到，每天多吃半颗蛋，罹患心脏病、中风的风险可能增加几个百分点。需要再次强调的是，这类研究只能显示相关性，不能证明因果，而且可能混杂了其他生活方式因素。会天天吃很多蛋的人，会不会同时饮食中也爱吃很多培根、奶油或油炸食物？会不会也相对较少摄取蔬菜水果，运动量不足？这些都很难完全排除。因此，目前医学界对于长期吃很多蛋的态度是，不排除有潜在风险，但也不用像过去那样谈蛋色变。我们可以把这些研究视为提醒自己适可而止的讯号，即适量吃蛋是安全的，但也不要因为听说没事就每天毫无节制地把鸡蛋当饭吃。简而言之，适量仍然是关键。健康饮食讲求的是均衡多样，任何食物过量都可能带来隐忧，鸡蛋也不例外。尤其是本身有特殊健康状况的人，更需要控制蛋的摄取量。如果你已被诊断有高血胆固醇、动脉粥样硬化或家族性高脂血症等问题，那就不能套用一般人的1天2颗 OK 标准，而应该遵照医师的饮食指导更严格的限制。很多心脏科医师会建议这类患者每周的蛋黄摄取量最好不要超过3到4颗，以免胆固醇累积过多，蛋白则不受此限。同时，更重要的是调整整体饮食结构，例如摄取足够的膳食纤维，多吃蔬菜水果来帮助降血脂，选择鱼肉和豆制品等瘦肉蛋白代替部分红肉，多用植物油，少用动物油，尽量少吃反式脂肪和高糖食品等等。只有把整体饮食习惯调整好，才能真正有效控制血脂，而不是只盯着鸡蛋这一项食物。在控制总体饮食健康的前提下，配合医生处方的降胆固醇药物，
一天吃上1颗蛋，通常不会成为额外的负担。但如果医生特别交代你近期先低鸡蛋不沾，那就必须严格遵从。另外还有一种特殊情况是糖尿病患者，部分研究发现，糖尿病族群过多摄取鸡蛋，心血管风险可能上升。因此糖尿病朋友对于鸡蛋的摄取也需要适度节制，通常建议1周不超过3到4颗蛋黄，并特别注意同时控制饮食中其他可能影响心血管的因素。总之，有既往疾病或高风险因子的人，要依据自身情况制定饮食计划，不能完全照搬一般人的饮食建议。说完了鸡蛋和胆固醇的科学真相，我们再来谈谈日常生活中如何挑选和享用鸡蛋，才能把健康效益发挥到最大。首先是在选购鸡蛋时，我们该注意些什么？市面上的鸡蛋琳琅满目，有红壳蛋、白壳蛋、土鸡蛋、放牧蛋、有机蛋等等，价格也高低不一。我们应该如何从中做抉择呢？其实蛋壳的颜色主要取决于母鸡品种，生白壳蛋的鸡和生红壳、中壳蛋的鸡只是品种不同。鸡蛋本身的营养价值并没有因为壳色不同而有明显差异。红壳蛋因为产量较少，在市场上常常卖得比白壳蛋贵一些，但这不表示它就比较有营养。至于有人认为所谓土鸡蛋、散养或放牧鸡所生的蛋更营养，严格说来，放养的土鸡因为摄取饲料种类较广泛，鸡蛋的风味可能有所不同。某些微量营养素的含量也可能略有差异，例如有些放牧鸡蛋的维生素 D 或 Omega-3 脂肪酸含量稍高一点点。不过就蛋白质、脂肪、维生素的整体含量而言，差别并不大，没有夸张到什么土鸡蛋是超级食补，普通蛋没营养那种程度。所以我们可以依自己的预算和喜好选择蛋的种类，但不用迷信某种蛋就一定比另一种更营养。另外，鸡蛋也不是愈大颗愈好。有些人买蛋喜欢挑最大的买，觉得分量足，但其实太大的蛋往往是老龄蛋鸡所生，蛋壳较薄，蛋白质浓度也可能稍低，品质反而未必最佳。初产蛋，年轻小母鸡生的第一批蛋，通常个头比较小，但营养密度和风味都不错。一般来说，大小适中的鸡蛋往往来自健康适龄的蛋鸡，品质很有保障，因此不需要刻意追求最大颗的鸡蛋。鸡蛋的新鲜度也是选购时要注意的重点。买蛋的时候，我们可以透过几个小技巧来判断蛋的新鲜程度。首先是观察蛋壳表面，通常新鲜蛋的蛋壳略显粗糙，表面会覆盖一层似雾状的薄粉，色泽看起来清爽干净，但不会很亮。反之，存放时间较长的蛋，蛋壳表面的角质层逐渐脱落，看起来会比较光滑发亮，有时还可能出现细微的裂纹或斑点。第二，可以轻摇蛋体，用手指轻轻捏稳鸡蛋，在耳边晃一晃。新鲜的蛋因为蛋白较为浓稠黏厚，晃动时几乎不会有声音，而不新鲜的蛋里头蛋白变稀，气势变大，摇晃时会听到明显的水声和晃动感。第三，检查包装标示。现在多数市售鸡蛋都有标注生产日期或有效日期，这是最直接可靠的新鲜度指标。购买时尽量挑选离生产日期比较近的鸡蛋，至少确保在有效期限内食用完。除了上述方法，在家里其实还有一个有趣的水测法，可以判别鸡蛋新不新鲜。准备1碗清水，将鸡蛋小心放入水中，观察浮沉。新鲜的鸡蛋会沉到碗底，并且平躺着。放了一段时间，但尚可食用的蛋会呈现一端上翘斜立的状态，蛋的大头朝上，小头朝下。如果鸡蛋垂直地立在水中，甚至漂浮上升，那就表示已经很不新鲜，甚至变质了。这种蛋就不要吃，直接丢掉吧。买回家的鸡蛋要如何保存，才能让它们保持新鲜、安全不变质呢？一般建议冷藏保存鸡蛋，
尤其在台湾夏天炎热潮湿的环境下，冷藏更是必要的。市售包装鸡蛋通常都是所谓的洗选蛋，也就是已经清洗分级过的。洗选过程会去除蛋壳表面的天然保护膜，使得鸡蛋表面看起来很干净，但也因此更容易受到细菌入侵。所以这类蛋更需要全程低温保存。我们从超市买回冰过的鸡蛋，应尽快直接放进自家冰箱。冷藏时最好将鸡蛋放在冰箱里温度最稳定的地方，不要放在冰箱门口的蛋架上，因为冰箱门开关时温度波动较大。可以将蛋留在纸盒中一起放入冰箱，以免蛋壳直接接触其他生鲜食品受到污染。还有一个小细节，储存时让蛋的尖端朝下，圆盾的一端朝上，因为鸡蛋内部的气室位于圆盾端，朝上存放可以让气室中的空气不上浮到蛋黄附近，能保持蛋黄居中不易贴壳，据说有助于延长新鲜度。很多人关心要不要先清洗鸡蛋再冰的问题。如果买的是已清洗过的洗选蛋，就不需要再洗，直接冷藏即可。如果买的是传统市场那种蛋壳上带有些许羽毛或污泥的散装蛋，建议也不要马上用水把整颗蛋洗净再存放，因为水洗会进一步洗去壳上的保护膜，留下肉眼看不见的微小孔隙，反而让细菌更容易跑进去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可以先用干净的厨房纸巾或布，轻轻将蛋壳表面的脏污擦掉，再收进冰箱保存，并尽量及早食用完毕。等到真正要烹调使用时，再用流水稍微冲洗蛋壳，并记得彻底洗手，这样可以兼顾卫生与食品安全。接下来谈谈鸡蛋怎么料理才健康。首先一个原则是蛋要煮熟再吃。有人喜欢生吃蛋，例如生鸡蛋拌饭或健身族流行的生蛋奶昔，直接吞生蛋等等，觉得这样营养不流失。但其实生吃不但存在食安风险，营养吸收率也比熟蛋低。生鸡蛋的蛋白中含有一种卵白素，抗生物素蛋白，会干扰人体对维生素 B7 的吸收。长期大量生吃生蛋可能导致生物素缺乏，出现掉发、皮肤不适等问题。此外，生蛋还可能带有沙门氏菌等致病菌，一个保存不当就容易引发食物中毒。相较之下，煮熟的蛋白质其分子结构松开，更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。蛋黄中的某些营养，例如蛋黄素，在烹调后也更利于利用。因此建议鸡蛋还是煮熟再吃最安全。所谓煮熟，指的是蛋白完全凝固不透明，蛋黄至少达到半凝固状态。当然，很多人钟爱溏心蛋那样半熟的滑顺口感。如果要吃蛋黄尚未全熟的溏心蛋，一定要特别注意蛋的新鲜度和来源安全，并且最好现煮现吃，避免在室温放太久。再来看看各种烹调方式对健康的影响。就热量和油脂而言，水煮蛋、蒸蛋、荷包蛋、用少量油煎等烹调方式是比较健康的选择。它们不会额外增加太多热量，也较少产生对健康不利的氧化物质。相反，如果用很多油煎蛋或炒蛋，加了大量奶油、猪油一起煎炒，甚至将蛋去裹粉下锅油炸，那就把原本健康的食材变成高脂高热量的负担了。例如，把水煮蛋拿去油炸成金黄酥脆的炸蛋，虽然香酥可口，但吸满油脂，热量飙升，这种吃法就不太健康，应该少碰。煎蛋的时候，建议使用不粘锅，只需少许植物油润锅即可，不要让鸡蛋在油海里游泳。炒蛋时也可以用橄榄油等比较好的植物油，或在蛋液中加入一点点牛奶，能让口感嫩滑的同时减少用油量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鸡蛋中的胆固醇在高温煎炸过程中可能会氧化，生成氧化胆固醇。有研究认为这类氧化产物对血管健康更不利，因此煎蛋时火不要开太大，时间不要过长，煮到刚好凝固即可。千万别把蛋煎得焦黑干硬。调味方面，
尽量少加盐和酱油。蛋本身有鲜味，其实不需要过多调味就很好吃。如果觉得淡，可以撒点黑胡椒或香草提味，避免摄入过量的钠。除了烹调方法，鸡蛋和其他食材的搭配也会影响健康效益。简单来说，鸡蛋应该作为均衡膳食的一部分，而不是和不健康的配料捆绑在一起。举例来说，蛋黄中含有丰富的脂溶性维生素，以及叶黄素和玉米黄素等对眼睛有益的抗氧化物质。如果我们把水煮蛋切片加入蔬菜沙拉，蛋黄适度的脂肪可以帮助吸收蔬菜中的维生素 A、E 等营养，大大提高蔬菜的营养利用率。早餐吃蛋时，旁边搭配一些番茄、生菜、小黄瓜或酪梨等蔬果，以及适量全谷类淀粉食物，全麦面包、燕麦粥，就能组成一顿均衡又有活力的营养早餐。蛋本身的高蛋白质会带来很强的饱足感，早上吃一颗蛋往往比只吃白吐司更不容易饿，对控制体重也有帮助。而且鸡蛋卡路里并不高，一颗一般大小鸡蛋约60-70卡路里，却能提供多种人体需要的营养素，是非常营养密度高的天然食物。相反地，如果每次吃蛋都配上培根、香肠、奶油、面包等高油高盐的食品，那不健康的部分就会抵消蛋本身带来的好处，甚至让整餐变得不利健康。因此，享用鸡蛋时，别忘了检视整体餐盘的搭配，尽量做到蛋加蔬菜加适量全谷类的组合，而避免蛋加高油加工肉品的错误搭档。中式料理中常见的蛋品，例如茶叶蛋、卤蛋，由于在酱汁中久煮，钠含量比较高，吃的时候可以适当控制数量，或把剥了壳的蛋在清水中浸一会儿，减咸再吃，降低钠的摄取。最后，谈谈很多健身族关心的蛋白与蛋黄取舍问题。有人为了增肌减脂，一次吃4-5颗蛋，却只吃蛋白，把蛋黄丢掉，觉得这样既摄取了高蛋白，又避免了胆固醇和多余热量。这种做法的确能降低胆固醇摄入，但也等于把鸡蛋中几乎所有的维生素 A、D、B 群，还有铁、磷、胆碱、Omega-3 等营养全丢掉了。蛋白几乎只有蛋白质和水分，营养相对单一，而蛋黄才是蕴含丰富营养的精华所在。如果完全不吃蛋黄，其实相当可惜。比较折中的做法是部分保留蛋黄，例如你一次想吃3颗蛋增肌，那可以其中只去掉2颗蛋的蛋黄，留下1颗蛋黄照吃，这样你摄入了3份的蛋白质，但胆固醇只来自1颗蛋黄，同时你也还是获得了1颗蛋黄提供的宝贵营养。不管你怎么搭配，记住蛋黄并不是真正的坏东西，它提供了人体所需的许多营养素，在整体饮食均衡又热量适宜的前提下，完全没必要因为胆固醇而对蛋黄敬而远之。反之，如果把鸡蛋当作唯一的蛋白质和营养来源，其实也未必全面。最好的策略是多元摄取，除了蛋以外，日常也要有鱼、瘦肉、豆类、奶制品等蛋白质来源，以及各种蔬菜水果的搭配，营养才能均衡充足。现在我们可以来总结一下答案了。人一天到底能吃几颗蛋？对绝大多数健康的人而言，一天吃1颗蛋绝对没有问题。如果喜欢，天天吃也是可以的。在均衡饮食的大前提下，每天2颗蛋也属安全范围，甚至可能对健康有益。当然，这并不是鼓励你猛吃鸡蛋，而是说不用过度拘泥于每天1颗这样的上限，适量适度是关键。假如你的饮食已经相当油腻、高胆固醇，那天就别再吃太多蛋黄。但如果你的饮食清淡均衡，那每天2颗蛋也无伤大雅。相反地，因为害怕胆固醇而干脆1口蛋都不吃，反而可能让你错失一项物美价廉的优质蛋白与营养来源。经过我们这么深入的解析，希望你对鸡蛋有了新的认识。如果还有人拿着陈旧观念劝你
别吃那么多蛋，小心胆固醇爆表。你不妨分享现在科学的新发现来回应它，让我们抛开成见，享受鸡蛋的美味与营养吧。总而言之，鸡蛋是大自然送给人类的营养宝库之一，只要吃得聪明，吃得适量，你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把它纳入每天的健康餐盘。明天早餐不妨堂堂正正的再多加一颗蛋，好好享受这份美味，同时为自己的健康加分。